20世纪初，一个娃娃会自行移动，甚至还会穿墙。当它被封印后，还能引起人们的不幸。它究竟是恶灵附身，还是人为骗局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我之前讲过了许多关于安娜贝尔的传说，由于安娜贝尔这个恶灵娃娃是确实存在的，于是造成了许多人对安娜贝尔心有余悸。而本期讲的这个娃娃也是真实存在的超自然灵异玩偶，几乎和安娜贝尔一模一样。现在正被陈列在马尔泰洛博物馆里面。它的名字呢叫做罗伯特，也被称作男版的安娜贝尔。罗伯特是一个男孩大小的玩偶，脸上覆盖着一个褐色的缺口，就像是伤疤。他的鼻子看起来像一个针孔，他的腿上抱着一只奇怪的玩具狗，身上穿着已经死去的主人的水手服。传说中罗伯特娃娃很邪恶，喜欢破坏人们的生活。这个玩偶要追溯到1900年初，它是罗伯特尤金·奥托童年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据说在1904年，奥托的祖父去德国旅行的时候购买了这个娃娃当做生日礼物。玩偶的水手服很有可能就是奥托小时候穿的衣服。不过关于玩偶的来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家里的仆人送给奥托的手工玩偶。他很喜欢这个玩偶，还给他起了同样的名字罗伯特，给他穿着自己的衣服。奥托走到哪就要带着这个玩偶，当成家人，经常和他说话，甚至在餐桌上给他留了一个位置。在玩偶罗伯特成为恐怖的传奇人物之前，他成为了奥托最好的朋友。尽管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布玩偶，但是没过多久，这位好朋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些恐怖的怪事发生了。第一个怪事是发生在某天晚上，当时只有10岁的奥托醒来，发现坐在床尾的罗伯特正在盯着他，他哭着求救，恳求母亲来救他。母亲被求救的声音惊醒了，起身发现奥托卧室里的家具也全部被打翻。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为什么一个孩子的玩偶能够在房间里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毕竟那只是一个玩具。但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停止，奥托的父母经常会听到他们的儿子在楼上与玩偶说话，并且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回应。他们还看到玩偶的表情变化，他似乎还会自己移动，出现在窗边。奥托的父母去世后，他与妻子一起搬回了他们的家。奥托认为玩偶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随后就把它放在了楼上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可以俯瞰街道。有一次，奥托不在家，但是水管工声称听到了孩子们的笑声。当他环顾整个房间的时候，他注意到罗伯特玩偶从窗户的一侧移到了另外一侧。更重要的是，水管工发誓说，罗伯特膝盖上抱着的东西掉落在了房间的另外一侧，像是被他扔掉了一样。对于和罗伯特玩偶在同一间屋子里，妻子感到很不安，她还是希望丈夫将玩偶锁在阁楼上，避免发生不好的事情。没过多久，家里的客人听说阁楼上有脚步声，好像有人在来回走动和恶作剧的咯咯笑声。邻居的孩子们也说，他们看见罗伯特玩偶在楼上卧室的窗户上看着他们，实际上是玩偶正在嘲笑他们走路去上学。当奥托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立马上楼调查，他自己明明已经把罗伯特锁在阁楼上了，不可能出现在楼上卧室的窗户旁边。但是让他震惊的是，当他打开卧室的门，罗伯特就坐在窗边的摇椅上。尽管奥托将罗伯特玩偶反复锁在阁楼上好几次，仍然会发现他依旧坐在楼上同一间卧室的窗户旁。奥托在1974年去世了。当一个新主人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10岁的女儿很高兴在阁楼上找到玩偶罗伯特。她声称发现罗伯特还活着，并且那个玩偶想伤害她。恐怖又一次开始了。女儿经常大半夜醒来，大喊大叫。她告诉父母，罗伯特已经来过了她的房间，很恐惧。1994年，罗伯特玩偶被收入博物馆中，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闻讯前来拜访他。许多游客说，当他们试图拍摄罗伯特的照片时，照相机就会突然出故障，无法拍摄。当他们离开博物馆时，相机又恢复正常了。罗伯特玩偶会对那些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就拍照的人施以诅咒。许多人认为，罗伯特邪恶的根源在于最初将他交给奥托家的仆人。据说这名仆人曾经遭到雇主的虐待和惩罚，于是他诅咒了这个玩偶，还送给了奥托。这也许可以解释人们在玩偶罗伯特身上发生了许多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事情。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都死了，诅咒不应该结束了吗？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其中的奥秘。罗伯特玩偶继续在吓唬那些来参观他的人，尤其是那些试图拍照的博物馆客人。他虽然坐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但似乎这并不能阻止他给人造成的恐惧和不适。他的玻璃柜附近放满了无数封信，许多参观者将访问后发生的不幸归因于没有尊重罗伯特，觉得是他的诅咒，于是写信恳求宽恕。好了，说到这里，正正也说一下自己对于恶灵娃娃的看法。不管是安娜贝尔还是罗伯特，他们都有真实的故事。安娜贝尔是被恶灵附身，而罗伯特是被诅咒了。他们最后都被放在了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看似传得神乎其神，各种封印的举动措施。但你要说他们身上发生的诡异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只能说有部分是渲染夸大，可能确实是有些奇怪，但是不至于危害到人们的生命。不过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愿意相信吗？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孩子与玩具之间的友谊最后成为了可怕的故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罗伯特玩偶》这部电影。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啦。